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普通话播客，我是玛丽，我是周洋。今天呢，我们俩要一起探索一个让很多中文学习者头疼，但又非常有趣的语法点——量词。没错，我经常听到中文学习者抱怨，为什么中文有这么多量词？一个、一颗、一头、一条，我的天哪！哈哈，是啊，很多学习者都觉得量词是一个大难题。但今天，我们会告诉大家，其实量词没有那么可怕，只要找到方法，它也可以变得很有趣。对，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语法规则，而是用最简单、最轻松的方式，让大家明白为什么中文需要量词，以及如何一步一步地掌握它。那么，玛丽，我们先来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什么是量词？简单说，量词就是用来表示数量的词。比如，我们不说3苹果，要说3个苹果，这个个就是量词。对，我们通常的结构是数字加量词加名词，就像一个人就是一加个加人。很多朋友会问，为什么不能直接说1苹果呢？英语不就是 one apple 吗？这是因为，在中文里，我们更习惯把事物进行分类和量化。量词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把东西数清楚，并且分好类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给你看一张照片，我问你，照片里有什么？我会回答，有一个人，一棵树，一只鸟，一条河。你看，你没有说有一个树，一个鸟，一个河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同的量词就像是给不同的东西贴上了不同的标签。人用个这个标签，树用棵这个标签，河用条这个标签。没错，中文的量词在名词和数字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，为语言增添了丰富的细节和精确性。比如一只猫和一头牛，我们一听就知道猫比较小，牛比较大。是啊，所以量词不仅告诉我们数量，还带有一点点形容的作用。它让我们的语言更生动、更具体。既然量词这么重要，那我们该如何学习呢？我们给大家总结了3个简单的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从通用量词开始。没错，很多学习者一开始就想记住所有的量词，这太难了。其实，有一个量词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，那就是个。个是中文里最常用的量词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名词用什么量词，那就勇敢地用个。比如说，你不知道电话的量词是什么，你可以说一个电话。虽然更标准的说法是一部电话，但说一个电话，大家都听得懂，而且不会觉得奇怪。对，个就像是量词世界的万能钥匙，它能打开大部分的锁，比如一个苹果，一个人，一个问题，一个房间，一个想法。你看，都可以用个。所以，第一个学习方法就是先学会用个，然后再慢慢学习其他的量词。第二个步骤是把量词和名词捆绑记忆。没错，不要单独记忆量词，要把它和它常用的名词放在一起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一棵树，在学习树这个词的时候，就把它和棵一起记住。对，就像学习一个新词组一样。一棵树
一本书、一辆车，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练习。我来说名词，周洋，你来说量词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房子，一栋房子，电影，一部电影，狗，一只狗，衣服。一件衣服。好棒！你看，当名词和量词形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思考了，它会自然地从你嘴里说出来。所以，大家在学习新名词的时候，一定要问自己，这个名词的量词是什么，然后把它记下来。第三个步骤，可以根据特征进行分类学习，这是最高效的方法。对，比如件这个量词，常常用于衣服、事情、礼物等等。一件衣服，一件事情，一件礼物。没错，还有条，通常用于细长弯曲的东西。一条河，一条鱼，一条路。还有张，通常用于扁平的东西。一张纸，一张照片，一张桌子。你看，量词的选择很多时候是符合逻辑的。只要你多听、多看、多观察，就会慢慢地发现这些规律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聊聊一些有趣的，甚至是有一点奇怪的量词。是啊，中文的量词就像是一个宝藏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比如，我们用口来表示人。对，我家有3口人，这个口字就像是家里吃饭的口，很有画面感。还有头这个量词，我们用一头牛，也用一头猪，但是我们还用一头蒜。这个很有意思。一头蒜，这个头指的就是一整个蒜。用一头蒜是因为一个完整的蒜球在形状上看起来很像一个头。你会发现，无论是牛、猪还是蒜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身体或物体的主要部分是圆润紧凑的，类似于一个头。这就是语言中的联想和引申。还有本，我们都知道一本书，但是我们还说一本杂志、一本护照，是因为护照的形态和书本非常相似。对，这些量词的用法，有时候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。还有一个我最喜欢讲的，就是对和双。这2个词很多学习者都分不清楚。一双常常用于成对出现，但可以分开使用的东西，比如一双筷子、一双鞋子。我们可以把筷子分开用，把鞋子分开穿。而一对呢，常常用于成对出现，并且通常不可分开的东西，比如一对情侣、一对耳环。哈哈，你说一对情侣可以分开吗？可以，但是他们就不再是一对了。哈哈，对，所以双可以分开使用，对通常是不可分的。记住这个小技巧，你就不会弄错了。还有篇和首，一篇文章，一首诗歌。还有粒和颗，一粒米，一颗星星。你看，粒通常用于很小的东西，颗通常用于圆形的相对大一些的东西。总之，量词的世界充满了乐趣。你只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小秘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。好的，我来出题，玛丽，你来回答。我买了一束花送给我的妈妈，
为什么是一束花而不是一朵花？一朵花通常指的是单一独立的一朵花，而一束花指的是很多花捆在一起。当你买花送给妈妈时，你买的通常不是孤零零的一朵花，而是由花店工作人员将很多花精心包扎好的花束。这个集合的概念正是通过量词束来体现的。如果你从花园里摘了一朵玫瑰送给妈妈，你可以说：妈妈，这一朵花送给你。答对了。下一个，爷爷养了鱼，鱼前面加什么量词？一条鱼，也可以是一群鱼。能数清楚数量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条；鱼太多数不清，就可以用群。哈哈，对，你看，一个名词也可以有不同的量词，表达不同的意思。最后一个，我的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为什么用封而不是用个？因为信是用信封装的，所以封才是信的专用量词。虽然说一个信大家也能听懂，但一封信更地道、更好听，也更准确。没错，所以大家在学习量词的时候不用害怕，先用个，再慢慢学习其他常用的量词，最后再挑战那些有趣的特殊量词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觉得量词没有那么难。量词是中文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它让我们的表达更精准、更生动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中文学习的问题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玛丽，我是周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